大娘您看，谢谢店主，谢谢。这是汤大娘的、阿满的，大家都有了。陈甜甜的，你帮多少？比你多。诸位，方圆开园的这段时日，咱们生意兴隆，大家辛苦了。今日酒肉管够，大家一定尽兴。来，谢谢店主。再来一杯。哎，姐姐，饮酒伤身，姐姐日夜操劳，不宜贪杯，还是饮我这淮参茶吧。你姐姐啊，最好饮酒，今日欢喜，少饮几杯无妨的。这是六郎做的糕点吧？我尝尝。店主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吃食。六郎的手艺果然又精进了。六郎，再多做一些，给大家都尝尝。好，去吧。你呀，真是越来越会哄孩子了。看来吴伯呢真没白去。我才没有哄他呢。这六郎的手艺确实是越来越好了。是了，我打算请山高区的师傅前来指点一二，做一组以花为名的糕点，于方圆售卖。那我真要尝尝是否如你所说。给大家留点儿，等下一梯你再吃。这下一梯还要再等些时候。夫君吃一块吧。确实不错。大家吃啊，喝啊。我晚些还有些事情要跟大家说，我怕要留宿方圆了。你们要不先走吧？大家都看着呢，我若抛下爱妾先走，不太好吧？你这花牛只在这杵着，大家才是拘束呢。走吧，自有说辞。那为夫啊，就先走了。夫人呢，可以饮酒，但不要大醉，大醉伤身。为夫可是会心疼的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走了啊？走吧。真走了？你还吃不吃？好吃啊！给他们。诸位，咱们再饮一杯。来，再饮一杯，不醉不归啊！店主特意叫我们留下，可有什么吩咐？锦娘，这是你的。来，柜子。阿桃，这是你的。这几个月，大家对方圆尽心尽力，我皆看在眼中。前日我去了趟官府，已经为诸位更级放粮了。店主对我们恩同再造，让我们如何报答呀？哎，这是做什么呀？快起来，起来！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谈什么恩惠啊？这是你们之前的卖身契。去日苦多，疲往泰来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不再是贱籍，都是自由之身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蒋军不会相信连州的话吧？连州他都……自然不会，只是因我之事，令你受这无妄之灾，实在是……没事儿，多道口子而已。你先坐，先坐。
无妨吧。蒋军只要相信牡丹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坐好，你先爱惜爱惜你自己行吗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这样要是让你阿娘知道了，她得心疼死。哦，也对，那我好之前就要在牡丹这儿躲躲了。抬头好点。川渝对大夫可真好啊，对主子都没这么上心。我这腰伤了，也没见你说一句心疼啊。郎君的腰伤，自然要找那始作俑者去心疼。大夫，大夫，牡丹，大夫，我看看伤哪儿了？这儿。医师没有来过，会不会留下疤啊？呀，没事儿，江湖儿你多道口子，怕什么？蒋军都找人看了，用的都是御赐的伤药，别担心。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？一点儿。事情的原委，来的时候斗金都同你说过了吧？别担心，川渝给我伤药都快好了。去看看蒋军，他腰也伤了。你腰也是被连州弄伤的？不是，我这个与今日无关。川渝，帮我好好照料大夫。夫君，你同我来一下。我叫你出来是有事想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连州呢是因为我进府，此事是我对不住你，所以我愿意配合你演戏。但是这件事情跟大福没有丝毫关系。如今连州这般对大福污蔑他、惩戒他，我必须要为大福讨回一个公道。若是你想阻拦的话，我为什么要阻拦？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提。那倒不用，多谢啊。哎，你这腰伤是那晚背我回来的时候扭到的？那晚你都记得啊？我是喝醉了，又不是死了，我当然记得。只是喝的有点多，只记得一点点。一点点也好啊。那这治腰伤的钱，你出。庸医，这颗疹子都治不好。夫人，这疹子发的古怪，听闻那何为邦懂些药理，说不定是他搞的鬼。夫人，一会儿郎君来了，可要让他为您做主啊。什么时辰了？戌时了。我眼下这般，若被蒋兰看到，那还如何能得宠？你去跟蒋郎说，我因他要来十分欢喜，沐浴时却不慎着了风，怕过了病气给他，请他莫要来探望。待我痊愈时，自会向他好好请罪。是。夫人当真要这么做？寻了几位医师，都说这病状不知其源，无法对症下药。除了去求他，还能如何？这般实在太委屈您了。忍辱负重的事，我做的还少吗？眼下第一次透又有何要紧？只要确保我这张脸恢复如初，日后有的是机会对付他。牡丹姐姐，可否出来相见？牡丹姐姐。
连州夫人有何事情啊？我昨夜以花沐浴，不知为何，周身长满了疹子，奇痒无比。我知道牡丹通药理，可否为我解忧？那真是不巧，我听闻大福偷了你的首饰，现在正在调查呢。没有眉目之前，无暇应接。此事是我弄错了，朱夫娘子并未偷窃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是夫人冤枉了大福。那大福脖子上的伤和所受的委屈，夫人应当如何弥补呢？我自会向下人解释，还朱夫娘子清白。这本就是你要做的，如何算是弥补呢？肆意污蔑，掌嘴一摆，这可是夫人之前所言吧？那便请牡丹与朱夫娘子说好了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招，让他来认错求好？小春之前研制美颜丸，取了不少花的汁液，偶然发现几种花枝混在一起，可以使肌肤生疹。虽然没有性命之忧，但是可以使容颜有损，瘙痒难耐。于是我便取了一些放在他的浴桶里。偷窃是你家伙，如今下场是做法自毙，你需要作文陈情，放于正厅，向朱福道歉。好，我即刻写来。姐姐可以将解毒之方给我了吗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过往，但我大概可以看得出，你的婚嫁也由不得自己，你一定有自己的委屈跟无奈。所以想搏些什么，在蒋府立足，终身可依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我可以理解。我这个人一心只在生意上，不想跟你争什么。若是日后你不再伤害我的挚友亲朋，我们还可以像从前那般相安无事。一心在生意上，难道你不在乎蒋郎的宠爱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跟随之两情相悦，我自然无需争什么。你与其在这白费功夫，不如好好的善待你自己。你，别为了一个心里没有你的郎君生气了。心火越旺，你身上的疹子便越难以消下。恩威并施，牡丹姐姐真是好手段。我们女子本来就不易，何必耍什么手段，彼此相残呢？连州是宁王的义女，美貌之外，定还有别的过人之处。除了讨夫君欢心，就没有其他什么爱做的事情了吗？我这里有很多才艺超群的女子，她们早已冲出了内宅，如今刺绣、栽花、制香、扮妆，都过得怡然自乐。你若是对诗花弄草感兴趣，日后可以来我芳园逛一逛。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种花做生意？做生意有什么不好吗？你这人好生奇怪，明明嫁给了花鸟使，却还辛辛苦苦的去赚那些小钱。真不明白，蒋郎怎么会一颗心都扑在你这样的人身上？赚钱有什么不好啊？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再说，夫君正是喜欢我有这样的能力呢。你别恃宠而骄。一日3次，7日后便可痊愈。我今日同你说的话，你回去好好的想一想。若是想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
真不明白，蒋郎怎么会一颗心都扑在你这样的人身上？定是我俩做戏做得太真，连州才会如此说。黄昏。呀，坏了！杨兄，敬你一杯。都说新上任的朱道转运副使铁面严明，齐兄还是少喝2杯吧。若明日上职带着酒气，怕是要被长官责问啊。我这等差事啊，本来挺清闲，这刘畅一来，手段雷霆，规矩严苛，一点情面都不讲，忙得我们呀是脚都不沾地喽。他刘畅不过仗着自己是宁王的快婿，还是个入赘的，迂腐文人一个，能有何作为啊？他心气儿可高着呢，又是修缮码头，又是收编船队，我看呐，他要是不烧几把火给宁王看看，不会罢休。子叔兄这般能干，是一心想晋升呢，还是？升官谁不想啊？不过，有好处也是要捞的，否则，县主金尊玉贵，就靠刘畅那点风，哪里养得起？嘴上抱怨着，但还是兢兢业业的跟着子叔干。齐兄今日带的这块玉佩，怕是抵上1年的俸禄了吧？逐月乐不如众月乐，这等发财的好事啊，齐兄何不明日来我府上，同我好好说道说道？有幸之至。我看蒋军腰间这玉更好看呢。宝玉配美人，最为相宜。谢蒋军。哎，等一下，蒋军，你可答应过要送我一只镯子，你可不能偏心啊。夜深了，光喝酒有何趣啊？不如吹熄几盏烛火。长夜漫漫急什么？这酒啊，还没喝尽兴呢。哎，就算是逢场作戏，也不必这般左拥右抱的吧？这连州信以为真，定是没有见到蒋长阳这般的样子。我就说嘛，我都差点被连州给绕进去了。蒋随之，都深夜了还不归家？你若是想喝酒的话，妾身陪您还不够吗？你生意忙，今日既然有空，亲自接我回府，那我自然是要与牡丹同饮了。说好的生意，齐兄多多留心。家有爱妾，便不久陪了。哎，随之兄，你这……近日花满柱啊出了新的香囊，送给诸君试戴一下。这欢迎楼的胭脂味儿啊，实在是太浓了。诸位有了这些香囊，归家时也可以免了些夫人跟爱妾的拷问，是吧？告辞。怎么回事？说好虚时1刻来救我，3刻再到。你再晚些，屋里的蜡烛都要灭了。我还不是被连州吓的。哎，他们演的太好了，这连州真的以为你对我情有独钟，还跟我说了一堆奇怪的话。
真应该让他看看你今日左拥右抱、风流多情的样子。那糊涂之人说的话，只可当笑话听听。你没当真吧？自然没当真了。这连州只看到你对我的好，他却不知道，你对我好，那是因为咱们有着过命的交情。不过也难怪，在外人眼里肯定都不明白，你一个高官为何如此善待一个小商户。这些年，我见惯了官场的尔虞我诈，男女间的虚与委蛇。像你这般赤诚旷达之人，倒是难得，自然值得倾心相交。你喝醉了？怎么突然夸上我了？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你是这样的人，便经得起他人对你的好。况且，你对我也很好。你说过，知己难求，不必总是将感谢之言挂在嘴上，倒显得身份了。蒋军诚心相交，我必不会辜负你这句知己。从此以后，在我心中，除了大福小春以外，你蒋长阳就是我最重要的人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说。讲小话，都知己了，我在你心中只能排第3。那自然还是姐妹重要些。拿着药方领药。好，多谢。主顾送的谢礼都退还了吗？上次来看诊的罗氏特绣了此帕以表感谢，我看这也不是贵重之物，又绣了店主的名讳，不便退回，就做主留下来了。他演技方好，不该做此等费神之事。下次来领药时，我定要好好训他。去请下一位吧。是。父亲，六郎，你要记着啊，春未满，何以生？是为勤。我以往也是这么教你姐姐的。对，六郎，你这个笔又拿错了。你看啊，笔一定要这样拿，写出的字呢才能出风。看到没？来，再试试。对对，这两个合起来，这个往后。好，你现在试一下，这种感觉找一下。不错。对，再往下。牡丹。哟，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？继续。你助淑妃调养数月，她身子好了许多。回宫前啊，让我将这幅画交你，说是谢谢你这段时日的陪伴。那些药香跟用物又不是没付钱给我，这淑妃怎么这般客气？你常与淑妃策马，这马球技术也越发好了吧？那是自然。日后敢不敢跟我比试一番？口气这般的，那敢不敢押上赌金啊？你从我这儿收的利钱还不够多啊？你还想讹我一笔是不是？想都不要想。淑妃都将养了多年的踏雪送你，有良驹相伴，还怕输啊？
淑妃从来没有因为品阶高低而轻视于我，她待我这般好。如今她回宫了，不比在别宫自在，你能不能多劝劝圣人？哪怕不能常去看她，至少让她多见见孩子。放心，淑妃离宫日久，圣人亦是十分思念，定会好好待她的。姐姐，我又写了一个字，你看看对吗？我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个字，你怎么会的？日日看着方圆匾额，我于心中反复描摹，自然就会了。六郎这孩子聪慧。既然如此，我再教你一个字，方圆的圆。来。我写外面的，你试试。六郎悟性好，不过呢，你姐姐生意忙，也不能日日教你写字，不然我帮你寻个私塾如何？六郎不要别的老师，六郎要姐姐教我就够了。六郎只喜欢烹饪之术，不是读书的料，难有大成。六郎，并非读书为官才算成才。你若是喜欢做菜，我可以为你请一个酒楼师傅，你跟着学几年，日后自己开酒楼当店主。听说富贵楼的薛师傅今年正好打算收徒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跟他可相熟啊？能否引荐一下？我可以带着六郎亲自去拜访的。没问题啊。姐姐，我听说花鸟使平日里喜欢给幻云楼的美人们作画，你能不能也让花鸟使给你我做一幅？请我作画，六郎不是应该来邀我的衣袖吗？六郎身份低微，哪里配合花鸟使多言？唯有请姐姐出面。六郎，人贵在自重。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不可说自轻之言，明白吗？六郎受教了。今日得闲，心情上佳，我便来画上一幅。此画名为《秦六郎赏长姐夫妇恩爱图》。那六郎在哪儿呢？这叫做留白，画中虽无他，而他自在画中人对面。此画挂在这甚好，以后往来宾客皆知你我间谍情深，鸾凤和鸣。牡丹，小春出事了。啊！何店主救我满门，我本以为你是为了大义心存感激，我没想到你们跟小女早有结识。还教唆他行医开店，若不是花行熟客发现告知于我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春儿的名节差点就被你们给毁了。我们没有教唆，小春是真心喜欢治病救人。夯头，小春行医颇有天赋，连太医署的副圣手都夸赞过他。若是您强行把他留在家中，逼他嫁人生子，恐怕她会痛苦一辈子。嫁人才是女子正道。我一心为了她好，想让她找一个好的人家，而你们呢，纵她胡闹，将她往火坑里推。你们走吧，以后莫要再见我们家春儿。送客。是。长店行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与旁人无关。家主，胡家送来的聘礼都被娘子给砸了。我们实在拦不住。你之前温婉和顺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只因我本性就是如此。先前怕您伤心，故而才装作温柔得体的样子。父亲，我不愿盲婚哑嫁，我想继续行医。女子行医为人，不耻妇德有亏，正经人家都会看你不起。难道你以后永远都不想嫁人了吗？所谓良婿，
若只因为我是女医便轻视于我，便已不值得嫁。你是非不分，口出狂言，就你这副样子，若你母亲看见了，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那女儿敢问父亲一句：是母亲不够贤良吗？她的福气在哪里？只因您一句抛头露面，有辱家风，她一生被困于内宅，郁郁而终。那你是怪我？你可知她真正的喜爱是什么？你可知她的理想抱负又是什么？父亲葬送了母亲，现在又要来葬送女儿吗？你爱花就可以此为业，难道只因小春是女子，便不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吗？也太专制了吧！小春妙手仁心，花满柱上下无人轻视她，经她治愈的病人更是对她敬重爱戴。我们行事隐瞒了您，确实不对。可是小春行医，并没有错。何店主，你离经叛道，你委身官宦为妾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走你这条路啊！父亲，春儿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交了朋友，有了底气，便不需要这个家了吗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留下来做我吕万荣的女儿，你还是要踏出这扇门去追你所谓的医道？真不能两全吗？不能。从此以后，吕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父亲曾说，蒲公英随风而散，与家宅不及。只因我喜欢，还是中了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视此物为药，种它是为了等花落之后采根泡水，治他的喉痛肺痈。可如今一语成谶，果然离散。你父亲他是因为太在乎你了，才会如此固执。小春，这几日你先到方圆去住。给你父亲一些时间，让他也好好的想一想。对，等吕航都气消了，咱们再回来。他舍不得不认你的。这六郎啊，没有见过百团齐发，我想带他去开开眼，不介意吧？自然不会。六郎不会骑马吧？要不要与川渝同乘一匹，沿途赏一赏长安的明媚春色？六郎待您一向恭敬，不知是何处得罪了您。怎么了？花鸟使不让我上此车，打发我去骑马，想是嫌我多病，怕过了病期。可我哪里骑得了那高头大马？若是不小心摔了，花鸟使就这般容不得六郎吗？斗嘴说笑怎样都行，可空口误人害你性命，不妥吧？你若想与我同车，
直说便是，为何扯谎污蔑他人？这不是一个纯良君子应有的作为。六郎知错了。既然知错，还不向姐夫道歉？对不住，日后六郎不会再这般了。无妨。六郎今日还是不去码头了。姐姐和姐夫启程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行了，既然答应了你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那我和川渝去牵马。上车吧。你姐姐一向如此，为人处事的道理要讲，也怕你真的受伤。你还是与我们同乘一车吧。不用谢，做姐夫的理应如此。这河道宽阔，码头更是非比寻常啊！哎，六郎，你看，那有投壶迎雾的摊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我臂力不足，定投不中，还是算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川渝是卑微侍从，六郎是小夫人之弟，肯定不会愿意跟我们这种人一起玩。并非如此，那就是愿意了。走吧。六郎，去玩吧，把东西给我。走吧，走。好好玩啊！说你这个人啊，刚刚说你不算计，气量大，线下斗什么六郎啊？我只是看了川渝一眼，是川渝一笔知道凡事必深，你这姓偏的还怪上我了。六郎这个人性情敏感，行事呢有些偏颇，他的那些小伎俩，其实我全都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悉心教养，便可扭转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自然该包容一些。你说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的好阿弟。日后啊，我多多忍耐，悉心教化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之前一商都是船员出面，这如今来信跟我说，是船头要见我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。我带的这些礼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。看什么呢？兴荣昌盛啊！来了，几位慢游啊！何店主，那我进去了。里面请。来了。船员副使这是何意啊？我夫君尚在岸边等候，若是见我迟迟不归，必定会大闹的。我知晓你的性子，若我有何异动，你跳河也是要走的，哪儿还轮得到他呀？来都来了，不妨喝盏茶，谈好生意再走。
到底又走私何物？巡城商船都容不下，要私造这么大的船。这冬日下雪，码头封冻。船家告诉我呀，这船上的规矩，每年雪融重新开航之时，这凿下的第一块河冰都会存下来监察，用以祝祷新的一年风平浪静，万事顺遂。我原是不信的，但想到今日要见你，便想讨个彩头。转运副使今日请我前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许久未见故人，先叙叙旧，再谈正事。我大婚之后，便下定了决心，要办好差事，做出了正气，再以新的面目去见你。这些日子，我决于泥拓河道，劫船对广开航，尽收民心赞誉。也是因想到你，我便将这码头定为了官民两用，辟出集市，用以船员采买，商户致富，百姓便利。如今这繁荣之景，亦有你的功劳。恭喜你实现了往日愿景，不过这些政绩与我无关，反倒对你来说来之不易，还望转运副使能够珍惜。那便说说与你有关之事吧。若你在此运货，可免除一应杂税，并享优先出航之权。多谢美意，不过无功不受禄，还望转运副使待我与其他商贾一视同仁。你果然还是从前那个何卫方，但我也不再是过去的刘畅了。如今我对所求之志、所求之人，有的是耐心。明年的合并，我会同你一同走路，煮茶共饮。不能结发为夫妻，但求长久相伴。拐人姬妾不守夫德。若是宁王听到你这番话，当作何感想？刘畅，我本来以为你应当有所醒悟，没有想到你不但一点长进都没有，竟还在痴心妄想。你我早已毫无关系，若是一意孤行，只会伤人害己。言尽于此，若无他事，烦请靠岸。牡丹，我们来日方长。靠岸。是。蒋军今日挺闲啊，又是陪玩，又是在这里等我，当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刘畅与你会面，我这做夫君的，不得好好看着。你知道是他，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？我只知道这个码头是他所建，谁想到他这个转运副使，竟假扮船头，私会他人娘子。别胡说啊！我可没有跟他私会，我跟他清清白白的，我本是来谈生意的。礼都没送，看来谈得不顺。哎，方才在市集上呀，偶遇此物。听闻这罗甸手串可以反照光泽，白日显富贵，两夜照佳人。往后啊，你夜间拾花弄草的，也便理些。这玩意儿不错，这岂不算是平民可用，又可以随身携带的夜明珠吗？这倒是个商机啊！小花店主脑袋里心里就只有生意啊！
方才你们在船上，你我就看着这果子没熟，还好我没吃。酸死你！贺卫方，圣人都没叫我试过毒，你。郎君，商户们感念您的恩德，又给您送来了一批茶饼。郎君今日下至，在码头新开的集市逛了逛，然后便回了韬光院。晚饭吃了2张糊饼，1碗汤，饭后还吃了樱桃。樱桃，他从来不爱吃这果子的呀。可是小厮说了，郎君不仅吃了，还吃了许多。许是今年的樱桃又大又甜，郎君想尝个鲜呢。此事我了解，他性格执拗，心中好恶极难更改，怎会突然换了口味？待子书睡了，暗中将今日跟着他的人一一叫过来，我要查问。是。县主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，行头究竟有何打算？县主，华满柱向来本分经营，从无错处。如今何店主与淑妃交好，又是花鸟使的爱妾，小的无能，实在不知如何处置。是无能，还是不愿意处置？小的不敢。县主，听闻行头爱女被何为芳挑唆离家，更是在他店中抛头露面给人诊病。何为芳如此对待吕家，行头都能忍，怕是真的无能。行头之位，岂能无能之辈担当啊？待此花凋谢之时，若花满柱还在，那吕家也不必存在了。县主，县主容禀！何人放肆？县主的马车都敢冲撞！曹某乃花行中人，愿为县主分忧。好好去安排吧，行事谨慎一些，不当讲的莫要多嘴。曹明明白。办好此事，这行会便可变天了。诸位，诸位，武家小娘子吃了青书斋的云鬓丹之后暴毙而亡，无良商家制药贩家害人性命，今日必得还苦主一个公道。云鬓丹受数百颗，从未出过事。我号过武士的脉，他的体质与云鬓丹相合，绝对不会出问题，定是有旁的原因。你一介女流哪里懂什么义理啊？你不过就是被那何为芳哄骗着来做生意，莫要一错再错了。真正害人的败类是何为芳，快出来！何为芳，害人的败类，害人的败类就是那何为芳。店主的买药绝无问题，我有证据。各位，
我这药材售卖是舍百姓康健，定要谨慎为之。因此，这青书斋每出一批药物，定会取样存在贵方之中。对，这是武士购药那日，贵方所存的样品。贵方凭帖上记载着存取货物的日期，而这几盒上印有封条，可证我从未动过此盒。我会将此盒原封不动地交予官府查验，以此证明我们店中丸药绝无问题，武士之死与青书斋无关。他敢让官府验药，应当是问心无愧啊！应当是没有罪啊！是。何店主，只证丸药无碍有何意？若是医术不佳，断错病症，便是好药，也照样可治人死啊。仵作文书在此，可证武士长度致虚，受创极深，因饮食而死。可武士的吃食与往日无异，唯有近期采买过云饼丹，这药就是元凶。诸位，是信奸商的狡辩，还是信这白纸黑字？实在你耳鸣！这就是云饼丹，害人的药，杀人性命的药，留不得。别打！这青书斋也不能信。带走！这是跟青书斋无关，错人了，这可不是我们害的。不哭，小春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今日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你若是没助我开青书斋，曹玉英也寻不到这个药土。只是不知道他背后之人究竟是谁，竟然还买通了县令。早晚都会知晓的。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自证清白。若是我能近身查看武家娘子，定能知道她因何而死。可惜眼下又被困在这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闻此事，会不会担心？都说人在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最在乎的人。你之前还生你父亲的气，可如今还不是最记挂着他？不哭了，等我们出去以后啊，你就回家。同他好好讲一讲，啊！不哭了。半炷香，说完便走。谢谢官人。父亲，快去。春儿。父亲。这怎么都伤成这样？都是牡丹护着我，不然只会……你要是当初听我的，待在家里好好嫁人，何至于受这种苦？何店主在危难之际仍护住小女，吕某万分感激。只是你们女子经商，终究还是闯下了祸事。难道父亲也觉得是女儿医术不精将人害死了吗？这不重要，把你们救出去才是最要紧的。这重要，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。今日的祸事不是我行医导致的，
是有人蓄意陷害。那药方我研究数月，数百人服用，无一人有任何不适。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都愿意相信我的医术，为何在您眼里一文不值？您为什么不愿意信我呢？您可是我父亲啊！小春，好头，此事真的不怨小春，是因为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他，我定会想办法来证明小春的清白的。如今此案的关键是药方有无问题。你都已经这样，你怎么去证明他的清白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女子行医就是会是非不断。那既然您认定是我行医惹下祸事，犹如吕家门楣，日后全当没我这个女儿。好头请回吧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这么倔？你非要死在牢里吗？好头，难道您真的忍心让小春背着杀人的罪名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吗？你冷静的想一想，若真的是我们害死了武士，县令为何不敢公开审讯？为何宁愿对抗律法，也要对我们动用私刑，逼我们认罪画押呢？只有将这些全部调查清楚了，才能真的还小春一个清白啊！果然能夜犯光泽，贾长阳没骗我。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人，竟是你吗？小春的父亲进来一趟，要上下打点一番，你就这么轻易的进来了？不愧是花鸟使啊！案件尚未查起，他们竟敢对你动刑，谁下的令？偌大的长安能够只手遮天，以此大罪诬陷于我，又敢不顾你的颜面，对我严刑逼供的人还能有谁呢？自然只有那一位了。干嘛去啊？带花鸟使的小夫人离开这儿。不可！我现在跟你走了，岂不是真的成了倚仗官威、草菅人命的奸商了？县令背后有人施压，定不会秉公处置。我必须要将此案调查清楚，找到不容易辩驳的铁证上堂公审。我要让曹云营县令看着，让全城百姓跟那背后之人看着。我跟小春要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的走出这牢房。好。不过爱妾出事，做夫君的若什么都不做，岂不可以？一定心有陈算。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提。多谢将军仗义。眼下虽然我走不出这牢房，可是我已经盘算好了查证的各项事宜。将军替我传话便好。
如何？蒋少卿，武士此前生产过，致其死亡的并非是肠肚之虚，而是在应当温补调养的月内之际，大量食用寒毒之物，以致落红淋漓不止，气血亏空而亡。我担心县衙的仵作被收买，换了人查验，但也未查出此症，这是为何？仵作大多都是男子，寻常病症自然通晓。很多女子生病羞于就医，他们所看过的女病人没有我们女医多，对女尸隐疾特征有所疏漏也是常事。难怪牡丹让我给淑妃递话，点名要找女医。云鬓丹药性温凉，于人无碍，武士定是服用他物而亡。我知道了，有劳医师。烦请回宫后替我代谢淑妃。郎君，大夫已经按照小夫人的安排，把人证和物证都收集齐了。唐大娘在花行的花匠口中得知，武士是曹玉莹的别宅妇，平日一直就藏在丁子下。那曹玉莹不懂医理，5日前便在医馆找了一位医师，称他的妾室刚刚生产，问有何忌口。转头他便找了一家药铺，专买了一些产妇忌口的寒凉之物。丁子乡有人看到曹玉莹拿着螃蟹、牛黄去了武士家，第2日便传出了他的死讯。大夫已经拿到了各方供词、药房的采买凭证，还在武家刨除找到了食物残渣。明日上堂，小夫人定能洗刷冤屈，郎君尽管放心。要确保此后无虞，有个人，我还得去会上一回。花鸟使今日怎么有空光临我宁王府？这几日我爱妾被人构陷，遭牢狱之灾，我气不过，去县衙大闹了一番，却意外找到府上失物，特来送还。原来花鸟使是来问罪的。何为芳害我坠马，我没杀他，已是仁慈。县主遭遇，着实叫人恻隐，但覆水难收。如今县主已如愿嫁给心上人，大王亦为你讨回公道，让子叔兄着身了转运副使。如今他如日方升，大王亦多了可用之人，可谓是人人遂意，皆如所期。又为何揪着我爱妾不放呢？父王为我讨回的那点公道，怎可弥补我锥心泣血之痛？能不能弥补，我不敢说。可当时大王既答应了我，便落子无悔。若县主执意回弃，我也不介意做个无赖，去圣人面前闹上一闹，这官职给得，便也收得。你到底要如何？县主坠马受苦，我爱妾在狱中亦伤得不轻。依我看，此事就算扯平，彻底结过。往后，我与大王仍亲如一家。不过，县主与子叔与我夫妻2人便少些来往了，免得触目伤怀。毕竟，如今对县主而言，夫妻和睦才是最重要的。县主觉得呢？就依花鸟使所言，失物复还，来之不易，
稍有不慎便会再次失去，还望县主珍惜。县主，当真就这么放过何为芳吗？蒋长阳如此的爱重何氏，可是亦是对此书无心。想来，此书也是无生机会。罢了。是。那曹玉莹，县主放心，他上有一家老小，无论被判何罪，都会自己扛下，绝不敢多嘴。奴婢会把一切处理干净，郎君什么都不会知道。曹玉莹毒杀民女，构陷他人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秋后行刑。请书斋店主2人已查证无罪，即刻释放。